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复盘一下 OCBC 的问题啊。其实 OCBC 这个银行，我从来都没有介绍过开户，我自己都没有开过户，我也不会去介绍别人开户。之前我做过一个视频，说是 OCBC 开户容易，关户也容易。里面的话，我还提及了一个事情，就是我特别打电话去问 OCBC 的客服电话啊，然后呢，我问他这个是可以开户的吗？因为你们 APP 上显示是这个人已经在新加坡，或者说即将前往新加坡，即将移居新加坡。这个移居的概念应该算是符合长期签证的概念。其实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些人啊，在网上也看到了这种，他说亲自因为免签了嘛，所以说跑到新加坡去 OCBC 啊华侨银行去开户，结果发现，他亲自跑到 OCBC 银行，结果开不了户，因为这个是看身份的。什么身份呢？你短期访客，就是免签的游客啊，这短期访客，你长期的签证的话，比如说工作、读书啊，这种是可以一年当中可以待半年以上，叫长期签证，这种是可以开户的，因为你长期在这边生活嘛。你短期访客，你来个7天，你要有什么银行卡呀，对不对？你每个人这样的话，来个银行卡免签过来，开个银行卡走，那对银行是一种损失，很有可能你拿这个账户去干别的事情。那么这个通知啊，其实我也是早就可以预见的这种通知。那后期的话，虽然说目前来说是对现有客户是没有任何操作，但是后期如果说你的账户可能说他们会介入审查，比如说你的账户可能一些违规操作，或他们怀疑有风险操作，比如说你接收别人的钱啊，收别人的钱，这很容易引起那个质疑。因为在新加坡已经发生了很多起这种巨大的洗钱案，超级震惊的洗钱案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慢慢开始改变了。新加坡当时这个银行开户这个规则我感觉也是很奇葩。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如果说一个人他可能利用别人身份招了一批人，给每个人说500块钱、1000块钱，让他们开户然后拿去干坏事情，那很容易干到这事情所以说他导致这个情况所以说呢，他现在目前开户还是可以远程开户的。其实新加坡当时我觉得应该做这种操作吧，其实还是为了这种便利性，因为考虑到一些人确实有这种需求，比如说去新加坡打工的人劳工还是比较多的走中介去劳工，还有读书还是比较多的。这样的话，你可以在新加坡没到之前，你就可以开到户了。好，那么我们重新再看一下官网这个 APP 我不打开了 ，APP 里面其实有的，你就有那句话呢，很多人没看清楚。我之前跟别人讲别人他反正好像以为我是在危言耸听一样你看这个广告嘛，都是住房和置业、求学，哪里有旅游的？旅游开户不太成功的。说实话，你拿个旅游签注，现在去香港开户，他还会看你的是个人签注跟团队签注。理论上来说，个人签注跟团队签注，你在入境香港跟出香港的时候，其实没有区别，其实已经没有区别了。以前的话，像我跟朋友出去的话我有个朋友他还要花30块钱去报个团，假装报团然后进入那你看这几个东西嘛，都是跟旅游不相关的，就是长期住户那理论上来说，申请条件就这么点但是你看它所有的东西你看这个广告词嘛，需要一个本地银行账户来满足您的工作、学习和购房需求嘛针对的都是长期居民所以说长期落户寻求短期工作机会这种的话，其实一般来说他这个也是说这种正式工作不是说你这种短期访客去旅游这种不算那他想让你说，就是你先在国内开户，然后呢，你拿了个准证之后，你到了新加坡可以再转换一下好，我们看一个常见疑问作为外国人，你是否有资格通过此渠道申请开户？目前在新加坡或计划前往新加坡的什么居民可以透过此渠道开始什么意思呢？计划前往新加坡，他其实说的比较模糊那我短期访客呢？其实短期访客其实他这个也说的很模糊，而且之前问的客服那客服那个普通话说的真的我听了自己听力吧，真的听不懂。还有吧，这边有个常见问题其实你要看仔细他这边 OCBC 这账户跟别人账户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吧，它这个是叫 digital 这个的话其实也叫数字银行、数位银行、虚拟银行这种很多称呼法电子银行也可以称呼但是我发现这种电子银行账户其实跟理论上的这种传统银行账户是有所区别的。比如说华美银行也是有这种电子银行账户的叫 Velo但是你可以发现电子银行账户往往是比较坑爹的。为什么呢？
这个收费比较高啊，这个一般来说适合于远程开户啊。那华美银行为什么要开通这个电子银行渠道让你开户呢？其实还是为了吸收存款啊，吸收存款。然后呢，因为有些人可能有购房需求、别的需求啊，他可能人在中国就想开个户啊，但是现在门槛非常高了。为什么门槛变高呢？因为之前他们可能是没有考虑到一些风险，没有做好筛选的一些人，导致一些干坏事的人啊，直接随便开户，或者说找别人开户。利用他们账户去干坏事了，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把门槛设置高了。比如说现在要求你入金25000美金才能让你开户啊，否则开不通啊。而且呢，你也不要随便去开户，你华美银行 Velo 如果开了之后不去入金，会导致你未来在华美本土银行你都开不了户，真的。那么我再说一个新闻啊，其实联合早报的一个新闻，其实这个新闻已经很早了啊。人力部提醒工作准证持有者啊，工作准证持有者谁呢？比如说这种劳工嘛，叫 WP 是劳动啊，那个 EP 呢是这种类似于人才的啊。那工作准证的话，就是你在新加坡有工作的人，离境前关银行户头免遭滥用，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说就是你在新加坡工作，然后工作几年，然后想回国了，或者说离开这个新加坡了，那么你的银行户口，原本有些人他是离开新加坡以后再也不来这个国家上班了，我把银行户口卖掉，知道吧？很多人会这样干，哪怕在日本池袋的地方。买卖银行户口这种广告很常见，所以说新加坡这种事情也发生过好多次，所以说他们导致啊现在开这个新规了。新规是这样子的啊，就是6月18号生效啊，就是工作准证持有者在离开新加坡前，应关闭银行户头，以防户头遭滥用，甚至以进行非法活动。如果说你不及时这样做的话啊，工作准证被取消或失效时啊，那如果说你不去做，我不管啊，那么你离开新加坡了。那你这户口也会被冻结啊，你明白意思吗？你看，就是我想说明什么一点呢？就是说那些曾经在新加坡工作过的人，他离开新加坡，这个银行户口都保不住，何况你是远程开户，而且你是没有长期定居、长期签证身份来保持这东西的，你会后来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所以说上次我做那个视频说，开户容易，关户也容易，所以说教大家如何万一被关户，如何去应对这个事情啊。好，那么再说些题外话，比如说零门槛银行账户吧。其实我知道网上有很多这种视频，其实你看我的视频，我是不太介绍这种银行账户的。我能介绍的银行账户呢，基本上都是你耳熟目详的，就是你听说过这银行的，大部分都听说过这银行的。那有些银行的话，我其实本身就不稳，知道吧？你不要去开，其实我自己都不开，我干嘛去介绍呢？然后开了之后，你存钱吗？不存钱，那开了没用。存钱的话，我担心万一某天把我关户之后，虽然说这个钱被没收的概率是很小，但是呢，总感觉心里不舒服，会造成很多麻烦事情。我是一种极简主义的人啊。所以说我一般就是还是选择这种比较稳的，毕竟银行东西的不像一个游戏账户啊，银行毕竟你要存钱的嘛，你不存钱你开它干嘛呢？第二个的话就是我想说这个，如果说你加密货币的人啊，那你就当我白说啊，因为加密货币你本身这种事情的话，很多时候银行账户会被关闭，所以说你不得不去挖掘这些银行账户，越多越好，是吧？那我是知道的，但是这个如果说你是正儿八经去搞这种存款储蓄这种需求的话，那你真的不要去开这种零门槛银行账户啊！银行账户，银行的本质是盈利机构。银行是为了赚钱，其实银行说实话，很多时候如果说你不存钱这种空账户的话，银行客户经理对你脸色的不是很好看啊。虽然说有些时候看上去还挺微笑的，其实呢，如果说你银行存钱存得多的话，他很乐意为你服务啊。尤其是你购买理财产品的话，那更加愿意服务。其实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嘛，人性都是为了赚钱嘛。而且还有个银行为挖坟啊，其实很多人不太了解啊。什么叫银行为挖坟呢？就是银行呢，可能有些时候呢会让你一开始信任你啊，你开，后期的话它是所谓的挖坟，就是审核你的账户，就后期这种审核的，知道吧？就哪怕你办信用卡，你信用卡刷卡刷比较多了，或者出现高风险交易的话，它也会介入审核的。而且甚至讲一个背后潜规则吧，我也看到过上次别人一个系统啊，给我截图，他都能看到你这个账户你对他们家机构啊贡献多少钱，好像是证券公司哪家公司，我上次看到一个人他是贡献了8多块钱啊，然后说这个不达标啊，所以说呢，这个他们后面查这个系统啊，它是有个完全的 KPI， 完全能看到哪些客户是高价值客户，哪些是客户不是高价值客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呢，银行让你去做分期，打电话过来说，哎，做分期的话有助于你提额啊，有助于构好什么良好关系啊。其实做分期啊，有些人真的想提额的话，你做分期，哪怕你是不需要这个分期的，你可以一次性还钱的，但是你也可以做一下分期来提额，确实是做分期是有助于提额的，因为银行是想赚你的钱，银行会借给你更多的钱，
所以说导致这个情况。那还有一个就是最稳的开户国家和地区，即使我自己是有美国银行的，但是我觉得美国银行我是不太敢放很多钱在里面，真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银行万一某一天啊，政策变化或者说那个对你账户进行一个审核，然后把你限制了，你会很麻烦。而且网上我知道有些人是美国什么 BOA 啊、富国啊都能开户，你开户你敢存钱吗？你先不说你这个钱被人家偷走、冒用、冒充走，其实在美国是很容易发生这种银行盗窃案啊、盗刷案啊，太多了。就是如果说你其实在美国有很多银行，它是要求人本人到银行开户的。如果说你通过这种方式开户能开成功，但是你这个账户万一被审查了，他说你这个账户是无主账户，你这个人从来没来过美国 ，OK， 那么他会把你列为无主账户，不是说把你冻结，轻则给你寄支票，重则是把你这账户移交给州政府，就是一个保管部门，它是就是无人认领账户啊，你到时候你还得办美国签证去美国，如果美国签证办不出来的话，那你入不了境，对不对？即使你办了美国签证，你也很有可能是在美国的海关被遣返。其实我每次过美国海关的时候，我都抱了一种心态，就是很有可能被遣返，真的。即使我去过很多次，还是每次都会被问很多问题，有些时候被问这个问题啊，来干嘛啊？尤其是一个人出发的时候，两个人出发还好一点。所以说呢，总而言之啊，目前来看，我觉得最稳的地方还是这个香港吧。香港如果说你去香港的话，一般来说，香港拒港率啊，那太低了。除非你这个人经常往返香港啊，去太多次了呢，他怀疑你这个不是旅游目的啊，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把你拒港。拒港的话，其实说实话，其实他后期还能恢复的，你还能去香港啊，还能搞回来。而且香港的话，毕竟语言也通，那我觉得最稳还是香港开户比较方便点。而且香港很多银行在内地都是有分行的，你打客服电话啊，还是能解决问题的。有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之前就是一个银行的这个关联的手机号码啊，他给我多写了一位数，其实呢。我最后是跑到香港去改的。那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的话，那我岂不是太麻烦了吗？其实如果说我不去香港的话，其实也可以改，就是他写封信过来，然后我写封信过去，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改，但是签名。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就是香港很多时候银行开户的时候让你签名，让你签好一点，尽量这个名字跟各种文件混合，这也是一种授权方式嘛，证明是本人，而且这地址的话寄到你家的是吧？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验证你的身份。所以说呢，总而言之呢，新加坡账户的话，一般来说我不太愿意开啊，因为我对这个国家也不是很了解，也没怎么了解啊。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比较了解的话，你可以开。那么最后再说一点吧，说完香港银行账户，其实你要开的话，其实国内就可以开啊，但是最好有门槛。我刚才也说了嘛，银行的话就看你的贡献值嘛。如果说你存钱的话，那你办很多事情都很方便，知道吧？所以说你在内地存个50万，你有这个门槛达标之后，你就是 VIP 账户啊。恒生银行叫优越理财，渣打叫优信理财，这样的话很容易混淆，搞得很麻烦，是不是？反正你就记住啊，这个50万门槛是 VIP 达标了啊，这样的话你可以全开这个渣打香港啊、渣打新加坡啊、恒生香港啊，反正能开下来，而且这个账户比较稳，你知道吧？那如果说你零门槛去开，我知道有些人是可以跑到恒生去开。反正条件还是挺苛刻的，毕竟他可能会问你你什么工作单位啊，可能让你出社保证明啊。包括我自己在很多年前吧，可能是16年吧18年开的恒生银行账户，当时我开了一下午签署的文件有这么一打还要审核，还好呢，我还是有认识人的情况下，我认识里面经理是我朋友的朋友，那还是开下来的。其实我还有个朋友就是某家航空公司吧，那个朋友嘛，同航空公司的工作应该不差吧？他到恒生银行开户也不成功，还有一个咨询公司的朋友到恒生银行开户也不成功。其实那个时候这种银行还是开户比较难的，不像现在开户还是比较容易点那反正总而言之吧，其实现在有这种比较好的这种可以内地开户的话，你内地开户如果说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就是找二码就行了